my neighbors! 离开慕尼黑后，我们很疯狂地坐了7个半小时的火车到达布达佩斯。用力！这是我们在布达佩斯5天4夜住宿的地方。屋主是位经常巡回四处演出的芭蕾舞蹈家，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，但是他的照片充斥在每个角落。走到的最里面就是简单的一间卧室，洗手间是独立的，但是很特别的是没有洗手槽。浴室则是独立在另外一间，整体来说住起来还蛮舒服的，8分。接下来我们去了一间网络上极力推荐的美食餐厅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匈牙利的人盐是不用钱的吗？第2天我们先到附近的换汇所换一点福林，现金带在身上比较安心。换汇所就在纽约咖啡厅的对面，很好找。我们点了英式早餐和班乃迪克蛋，真的是咸得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最起码我的嗅觉还在，不是得 COVID-19。布达佩斯的地铁系统有127年的历史，一共有4条路线，不会很复杂。今天的行程是搭 N2 线到城堡山。好饿，好危险。见到这座有着彩色拼贴屋顶的教堂，就是马加什教堂。教堂的2楼除了可以近距离观赏彩绘玻璃外，还有展出中古世纪的权杖、服饰，还有皇冠等。1867年，西西公主和法兰兹·约瑟夫一世结婚，就是在马加什教堂加冕为国王和皇后。在教堂屋顶的尖塔上有一只乌鸦的雕像，
传说乌鸦曾经救了马加什国王，所以是幸运的象征。渔夫堡并不是一个城堡，它是一个驻守防卫的堡垒。渔夫堡1楼的空间是免费的，但是你如果要到2楼去观赏的话，则是要付费。1楼有一间完美咖啡厅，可以坐着欣赏多瑙河的美景。路过皇宫区时，刚好遇见卫兵交接。匈牙利的阳光太强烈了，所以卫兵都要戴太阳眼镜保护眼睛。城墙上默默守护着布达佩斯的圣母雕像，远处是盖勒特山上的自由女神像。我们本来是想走到盖勒特山上看自由女神像，但是实在是太远了。这是布达城堡的入口啊。锁链桥是第一座横跨多瑙河的石造吊桥。在桥梁的这一端，就是拥有100年历史的中央市场。看，今天的晚餐，自己关门，然后是3楼。
很快。